Hello，各位华语圈魔法风云会的同好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的 host Johnny。先容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从大战役环境开始接触魔法风云会，可以说这个卡牌游戏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自从魔法风云会推出竞技场之后，我一直在这里进行对战。在一个网络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来推广魔法风云会这个游戏。所以趁着新环境战地卡再起即将发行，我也推出这个频道，希望新玩家可以从这里接触到一些知识，可以更快的融入魔法风云会这个大家庭。老玩家们也可以从我的影片中得到一些灵感。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得开心，有意见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来。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将会玩的套牌。正如你在屏幕上所见，我们今天玩的套牌是史记的纯白天使加血套。那为什么我选这副套牌呢？其实有一点点私心啦，因为我本身是挺喜欢天使这个种族的。那我当然希望作为本频道的第一支影片我们可以以天使作为这个主角。那基本上我们这副套牌是怎么运作的呢？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前期我们以小生物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阻挡以及加血的效果。到了中后期，我们可以释放我们的天使，来达到一定生命门槛之后，使这些天使触发异能，得到更加多的天使附生物，然后用这些天空中的天使以及天使附生物对对方的生命值进行一个重大的威胁，从而赢得这个比赛。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每张卡的如何运作。整副牌我觉得最重要的卡牌，或者是说支点，应该算这个华辉天使，因为它本身以3点魔法力支付的来生产的3/3飞行生物，其实已经有一个足够高的 CP 值，更不用提在我们这个加血套牌里面，它的加5点血触发的异能，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达到的门槛。如果我们每回合能得到5点血的增幅，那在回合结束的时候，这个华辉天使会额外部署一个4/4飞行警戒的天使附生物。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第3回合释放华辉天使，这个加血特效能够得以触发的话，那我们的对手将会面对的一个3/3的华辉天使，以及一个4/4飞行警戒的天使附生物。那对于我们对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输了整场比赛。我们另外一个加血会有奖励的天使呢，就是这个活力天使。那这个很简单，它也是一个3点魔法力释放的天使。那它的强劲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有25点或以上生命力，它就会得到+2+2效果。我们在这副塔牌，我们加血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释放活力天使之后呢，它已经是一个4/4飞行的效果。所以以3点魔法力释放4/4飞行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更不用提呢，它本身的异能对于我们加血是有个小量的增幅。每当我们获得加血这个特效的时候呢，这个华辉天使可以使这个加血特效得到额外1点的生命值增幅。然后我们最后一张卡牌就是对于加血会有奖励的，就是这个天界传谕，这样是 M21新印的卡牌。它本身是可以在1点魔法力可以部署的有性命以及警戒的生物。它在初期可以帮我们得到一定程度的生命的增加，通过它的性命效果。但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得到27点或者以上的这个生命力门槛之后呢，可以启动它的异能。它的异能很简单，也很暴力，就是说直接派出一个4/4飞行的天使附生物，而且这些异能是免费的。那当然，4/4天使附生物每回合都派出一个的话，对方的生命值其实应该会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但是你要小心，这个异能呢，其实只能在你巫术的时机使用，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在你的回合中使用这个异能。如果你达到这个27点或以上的门槛。那讲完我们所有的加血会有奖励的卡牌之后呢，那我们怎么加血？
其实我们加血卡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医主教。那我们每任何一个天使进场，那神医主教会加4点血。这个异能其实不光只说是天使的卡牌，天使附生物也算在内。所以当我们生产出很多天使附生物的时候呢，这个神医主教的加血效果也会触发。在中后期，我们天使很多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的生命值也会在步步高升。基本上我们在中后期，任何的以生物套牌或者是快攻套牌的策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具威胁。那这个神异主教另外一个异能就是，当有天使死亡的时候，会派出一个1/1的白色精灵幽灵吧附生物进场。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某些控制套牌来说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生物牌，就生物基础的套牌。对于那些控制套牌的话，如果对方打出那些哨场的特效，比如说神之愤怒，那我们生物全部死亡。那希望如果我们有神医主教在场的话，我们死亡的天使可以转变成1/1的灵魂飞行生物，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这些灵魂附生物，可以把残血的对方打死。那这样子的话，达成我们胜利的效果。那最后，这个神医主教它本身是一个攻防为1/4的生物，那本身4点的防御力在初期来说是一个对快攻套牌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阻断，那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值在初期不至于跌到太低，而达不到我们其他的生命值门槛，比如说27点或者是这个25点。那另外一张廉价的加命牌呢，就是护灵师，它是1点白色魔法力释放的1/1生物，它的特性在于，我们任何其他生物进场的时候呢，它就会给我们增加1点生命力。那不要小看这1点生命力，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通过护灵师获得2点、3点甚至4点的生命力，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生命力门槛。那特别是如果你有1到2个护灵师同时在场的话，你生命力增幅其实是非常可观的。你可能有时候感觉你的生命力是打火箭一样的往上飞。然后这两张卡，我觉得是我们最主要的生命力增加的方法。那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生命力增加的卡牌，其中有一张我觉得是比较算通用的卡牌，应该是这个麦勒提斯创成史。它的每一个章节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助力。那第一章节就是从卡牌库里面寻找一个平原牌，然后拿到手上。那我们当然需要有足够的地来释放我们后期比较大魔法力的天使。那这张创成史可以帮我们有效的有足够的地可以释放出来。那第二章节就是释放一个0/4防守性强的生物。那这个生物的用处其实跟这个神医主教是同样效果。我们以4点防御力来阻挡任何初期的生物进攻，来确保我们生命力足够高。那第3节当然就是我们获得2点生命力。那这2点生命力其实到第3节触发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就是加命的奖励的卡牌可能已经在场上，我们可能这额外2点生命力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门槛，而可以派出我们的天使。那同样加2点生命力的卡牌，我们有这张华光喷泉，这是一张地。那它本身我们可以每回合可以放一张地进场，这2点生命力你可以当它说是一个免费的增加。有时候我会把这张卡牌特意留在手上，不进行一个施展，等到我们需要某些特定的加血的门槛的时候，再把它进行一个释放。比如说我们可能有这个华辉天使在场，但我们这回合只加了3点血。那我们在释放这个华光喷泉之后，我们得到额外2点的生命力，那就可以触发华辉天使的异能。那我们这副牌其他的加血就主要是在来源我们的最顶点的战力，那就是破血天使跟黎明使者雷拉。那这2个天使其实非常相近，都是以5点魔法力释放的55飞行先攻，然后继命的天使。基本上我们如果放下这个天使的话，如果对面是任何快攻或者是生物套牌的话，已经很难赢得这个游戏。因为本身
我们这2个天使是非常的庞大，而且有先攻的异能，对方很难打得穿他的防守。第二，当我们这些天使进攻的时候，它的性命异能可以为我们增加血量，使我们血量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而不至于被对方的生物打到0或者以下的生命力。唯一的不同，这2张卡就是，黎明使者莱拉是一个传奇生物，那当然它不能以多过1个卡牌的方式存在场上，但是雷拉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个增强版的破血天使，它是一个有个领主的效果，它可以给我们其他的天使+1+1，然后有这个性命的能力，所以在这副牌里面是一个后期对我们所有天使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征服。那以上就是我们这副卡牌中的主要加血方法。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性卡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众生使者沙黎，那它是一个防御性卡牌，它可以给我们其他的生物，彭洛克，还有作为玩家就是我自己，辟邪的异能。那辟邪代表是对方的指向性法术或者是异能不能指向我们其他的生物或者是玩家，他们一定要先解决掉沙黎，才可以重新将那些有目标的咒语或者是异能指向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生物。那这张卡牌其实对某些策略的套牌是有一个不错的防御性效果。那包括那种牺牲性的卡牌，因为现在外面有些牺牲的卡牌运用他们牺牲他们生物造成的死亡效果是对方损血。那最出名的当然是最近加入我们这个环境的鲜血画家。那这张卡牌基本上也是一个指向性的异能。那如果我们有沙莱在场上的话，那鲜血画家是不能使我们造成任何损血的效果的。那我们最后一个天使就是寂静守卫林法拉。那这张卡牌的用处是，对方的生物的启动式异能不能启动。那乍看上去，这张卡牌似乎跟我们整副套牌的加血的主题似乎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我觉得这张是挺重要的一张卡牌。因为从我们之前的介绍，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对生物类套牌、快攻类套牌已经是有不错的防御力，但我们的弱点是对付那种加速的套牌。那如果加速套牌可以在第4、第5、第6回合呢释放那种大型的法术，比如说玲珑乌金，或者是无尽饥饿乌拉莫，那这种大型的法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防御的方法，特别是玲珑乌金。那如果玲珑乌金真的进场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防守之力。但如果我们有这种寂静守卫林法拉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迟缓对方的那种加速策略，因为很多时候加速策略会有一些加速的生物，比如说罗焰妖精啊，或者是那个妖精高阶大主教这一类的生物，那我们的林法拉可以完全封杀掉这一类的加速方法。那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生物消除，我们有不知所踪。那这一张卡主要当然是对抗前期的生物套牌或者是快攻套牌，但是对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加速套牌也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因为很多的加速的生物其实是小型生物，那不知所踪是可以可以锁定他们作为一个目标，来将他们移除，从而造成这种加速的策略的缓慢，使他们加速策略不要那么快，然后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的天使完成他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对方生命力打到0或者以下。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防护性的生物，就是无私救助犬。那这个就很简单直接了，它可以牺牲掉这个无私救助犬，给我们另外一个生物不灭异能。那我们一般来说会保护我们的大型天使，像黎明使者，或者是我们重要的加血方法这个神谕主教。基本上这副卡牌就是这么样运作的。那我们带这副卡牌进去竞技场，看看它的表现如何。我们 Let's go。好，这一回合呢，我们是先手，但这个手牌真的是不是很行。我们有2个华辉天使，但是没有任何的加血方式，所以我们把这副牌送回去。
那这一副手牌是还行，我们有这个天界传玉，有小狗可以保护我们。那这个黎明使者对我们来说太遥远，就把它放到卡牌底。我们先释放我们的天界传玉。好，对方似乎一个白蓝，那白蓝有可能是控制牌、控制套牌。那我们对控制套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打。那我们姑且试试看。好，三色，也有可能是一个三色加速。啊，很可惜，我们的这个泉水加上我们2个天界神域，还达不到我们5点生命力的要求。但是我们也放下来吧。如果对方真的是控制套牌的话，我们需要尽快的将对方解决。循环，对方可能觉得这个反击咒语已经没什么用了，他们真的急切的需要一些哨场的。好，乌柔。好，我的回合有一张地，我们当然进行一个进攻，然后通过我们天界传玉的加血，我们到达27点血。那我们可以释放出大量的天使附身物。对方在这一回合真的需要一个哨场，如果他们有的话，那应该是他们会赢。如果他们的乌柔就是应该是不能 escape， 他们的坟场卡牌不够多。好，他们竟然选择过这一个回合。他们这选择有点奇怪，他们可能会有那个 settle the wreckage。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选择使用我的附身物进攻。然后放下我的阿耶尼，狮群之力。然后再释放多一点天使附身物，然后进行一个加血。好，那这个加血技能呢，就可以确保我们的黄灰天使派出另外一个附身物。好，他们这个一定是有个哨场的，这么看来，那我就只能让他这个 cast out 触发。好，哨场。那对方哨场其实也有个对我们来说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阿耶尼其实还可以继续派生物进场，然后再释放出我们的众生使者沙梨。好，太妃力。那太妃力就把我们的沙梨放到第3张。那沙梨其实已经很好保护了我们的生物。那太妃力是一个不能存在的彭洛克，我们必须把它移除。那同一时间，我们可以放出另外一个的 Primate， 再部署另外一个天界传玉。好，对方出 Naset，
他们应该寻找另外一张的哨场，但是他们找到的是另外一个太妃利。他如果 cast 这个太妃利出来的话，他们应该会输掉整场游戏。那我始终觉得他们有一张那个 Settler Wreckage， 那但是很幸运的，我们抽到了这个众生之力，众生使者沙黎。那沙黎是对方不能用 Settler Wreckage target， 就是目标指向我们，使得整个 Settler Wreckage 的策略不能奏效，对方也打出了 GG。那我们也对对方还以 GG， 只要我们加上来个加命效果，然后进行进攻，我想对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对策了。对，大家也看到有杀到 Wreckage。好，我们的第二局，这一局对方先手，那我们的起手牌其实不是太好，太少地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洗牌。好，我们现在有2张地，其实起手的顺序还不错，我们有这个天界传谕，然后有神域主教，然后有这个华无灰天使。那我们的这个创成使可以再找到一张地，所以我们保留这个手牌。我想应该会把这个众生使者沙黎放下去，因为第4张地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对方是罗焰瑶金，可能是一个加速套牌。那其实加速套牌对我们这副牌来说是有点吃力的，因为对方如果加速出来了，像乌金啊一些大的生物的话，我们是挺难打的。好，我们不会跟对方做这个交换。好，对方出了这个软泥怪的话，应该不算特别快的加速套牌，应该也算一种纯绿的快攻打法。那我们照旧跟对上一次的做法一样，把这个神医主教放到场上，然后做我们前期的防守。如果下回合我们有地的话，我们可以就出这个活力天使，再配上华为天使，就直接会有一个华为天使进场，派出附生物的这个 combo。目前我们的生命力其实还是足够，那我们就放出这个活力天使，然后如果对方下一回合不能搞定我们的神域主教的话，或者是活力天使的话，那我们下回合就会有一个3-3飞行跟一个4-4飞行，进攻不去横置的天使在这个场上。好，对方决定出 Questing Beast， 这2只生物我们都会阻挡，我们硬吃9点伤害。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执行我们的计划。华为天使，然后加了5点生命力，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力天使可以进行进攻，我们应该不会去阻挡对方的生物。好，华为天使触发，然后再更加的触发这个神域主教。像对方的生物对方需要用一些fight 的卡牌来解决我们的华为天使，或者是薇薇安。好。那现在薇薇安解决了我们华为天使之后，其实我们的处境是有些困难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再抽到另外一张华为天使或者其他强力的天使牌。现在我们应该会跟对方的这个5-4生物进行一个交换。交换出来之后，这个因为天使死亡，所以我们的神域主教会多一个幽灵附生物。那我们俩幽灵附生物可以干掉对方的薇薇安。我们现在这一回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血量撑到25以上。那我们先执行我们的计划，把薇薇安从场上移除。
然后放下我们的泉水补2点血，然后护魂师，再加上我们另外一个活力天使，那我们的生命力又马上恢复到27点、33点，然后就可以释放我们的天界传玉。好，那我们基本上到这个情况下，面对对方绿色生物套牌的话，其实就已经挺稳妥的了。对方的套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 fight 的 spell 或者是维安，那它可能会解决我们1、2个天使，但是剩下的天使在天上可以很快的将对方的生命值打到0，所以这一局打得不错，我们下局再见。好，我们这一手牌我们先走，但是太多我们高魔法力的天使前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们要重洗。好，这一手牌反而不错，我们有前期1、2、3都很不错，那我们就把沙莱可以放到下面去。基本上我们有这个不知所踪，加上神医主教，前期如果对方打一些快攻牌，我们可以挺稳的。那我们希望可以拖到后面有这个华为天使出场，那可以锁定我们的胜局。我们把沙莱放下去，第一回合我们就放下我们的护魂师。OK， 对方黑蓝迪米尔可能是闪现牌，那按照我们计划，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神医主教。希望对方没有些弃牌效果的卡牌打出来这一回合，要不然我们就会挺痛苦的。好，对方打出这个自魔牌，然后可以坟场附身。那我们要尽快将对方的血量打死。如果对方有任何附身牌出场的话，我们应该是会出的非常快。正如对方有这个白金天使，我们如果帮白金天使进场的话，其实我们没什么招数可以把它化解。好，对方继续自魔。那我们这一场就直接就空中进攻，我们不想在地面上进行进攻，因为这个生物死完之后，它会自磨更加多的牌。好，那其实关键就看下一回合了。我们这回合摆下另外一个华为天使，那基本上2个华为天使都会触发异能，场上的生物就已经足够将对方置于死地。那如果下一回合对方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化解这个场面的话，就应该完成这个游戏。好，正如我们所说，对方似乎没有任何清场的卡牌效果，那我们赢得这场比赛。这一局我们是后手，那手上的卡牌在前期还算不错，我们有2个重要的加血卡，就护魂师跟这个神医主教。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抽到一些天使，如果能抽到华辉天使，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持续抽到地的话，那不是太好。我们的地其实已经很多了，我们这个2个的创城死已经是2张平原。好，对方应该是纯红。那如果对付纯红的话，我们应该防守为先。我先选择不放下主教，因为就算我放下主教，下回合抽到华辉天使的话，华辉天使也不会触发。如果我先放下来创城死，那创城死第3张会给我加额外的生命。那正如我刚刚所说，我们放下来主教，下回合创城死会触发。那在放下华辉天使之后，这5点生命力就可以达成。那很可惜，对方用2个闪电击换掉我们的主教。
但其实我们的主教是一个2换1，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换。那现在我们就放下来另外一个创城石。我不想这么快放下来这个华辉天使，因为对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把它移除。我现在想要做的是尽量消耗对方的手牌，像这个进攻，他对方一定是有另外一个这个红色的闪电机，那这样子交换我另外一个基本上是免费的防守者，我觉得是 OK 的。那现在我可以用不知所踪把对方的这个碎骨巨人把它换掉。那现在我放下来我的这个华辉天使，那我希望对方手牌已经消耗了差不多，没有再另外一个闪电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局，这个手牌看上去还不错，我可以保留。好，第一回合我们先放下我们的天界传玉，对方很有礼貌，我们跟他 say hello。好，他们放下了罗焰妖精，应该是一个妖精加速套牌。那我们放下我们的创城石，希望尽快拿到第4张地，可以释放我们的灵法拉。灵法拉在这一战中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生物。好，对方放下妖精大德鲁伊，那我想应该会把这个大德鲁伊先进行一个移除，要不然下一回合他们会有太多的魔法力。然后我们再释放我们的护魂师。好，我们见到对方真的是纯粹的妖精牌，那他们的魔法力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应该要释放灵法拉，封住对方的魔法力，同时我们可以生产一个新的4/4天使附生物。那由于有灵法拉的关系，对面的生物基本上是不能生产任何魔法力。那我们已经很有效的迟缓对方的加速战略。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空军将对方的生命在2回合之内把它降到0，从而赢得这个比赛胜利。好，对方已经打出了 GG， 他们这个套牌的已经完全不能进行一个有效的魔法加速。那我们放下来我们剩余的卡牌。以我们现在场上的天使数量，已经可以对对手进行下一回合的击杀。那对方再次打出了 GG， 我想应该这个游戏会很快的完成。好，对方投降。多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影片，让我来对这副套牌做一个总结。这副套牌的强度是有一些出乎我意料。你们应该有看到，第一回合我们放下护灵师或者是天界传玉，然后再接着神医主教和华辉天使，这个魔力曲线是可以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有时候甚至可以直接赢得比赛。我这2天用这副牌打了大概30多场对赛，赢率有几乎60%。意料之中呢，我们对于红绿生物类的套牌是很有优势的。几乎是可以以碾压的方式打败他们，但是我们的短板还是控制类和加速类套牌。对上这些牌，我们虽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在影片之中我们也对上过这些套牌，只要运用得当，抽到我们需要的牌，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但总体来说，我们是处于一个劣势。在我在玩这副牌的这2天呢，我觉得零法拉这张牌真的是十分强大。在最后一局的对战中，我们几乎是以零法拉一人之力，完全停止对面纯绿加速套牌的所有机能。那既然加速是我们的弱点，我之后如果再玩这副牌的话呢，我应该会增加一张零法拉。那相对的，我应该会再减少掉一个黎明使者沙黎。那你们觉得这副牌如何呢？你们会对这副牌有做什么改变的吗？那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告诉你的想法。我玩这副牌是挺开心的啦，其实，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被纯红打的不要不要的话呢，你应该来试试看这副牌。好了，那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见。